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种情况？有人体重变化不大，但血糖、血脂、炎症指标却慢慢都在变好；也有人拼命节食、疯狂运动，体重是轻了，可身体却越来越累，指标反而不稳定。问题真的只是脂肪多不多吗？今天这条视频，我想讲一个更重要的真相：真正该解决的不是正常脂肪，而是发炎的脂肪。而发炎的脂肪是可以被一步步拉回健康状态的。首先说清楚一个核心逻辑：脂肪之所以会发炎，并不是因为它存在，而是因为长期被迫处在一种不健康的环境中，能量过剩，胰岛素反复升高，局部缺氧，炎症信号不断刺激。所以真正有效的方法不是极端减脂，不是把身体逼到崩溃，而是让脂肪重新变得安静、低炎症、可代谢。第一步，稳定胰岛素是灭炎的起点。在高胰岛素状态下，脂肪细胞会不断被命令继续存进去，结果就是细胞越长越大，血供跟不上，氧气不足，炎症就开始被点燃。所以关键不是少吃，而是减少胰岛素波动。怎么做？主食优先，全谷、豆类、燕麦、糙米，减少白米白面，甜饮料，频繁加餐，尤其避免夜宵含糖零食。目标不是低碳水，而是低胰岛素刺激。第二步，脂肪要换质量，不是一味减量。脂肪不是敌人，真正的问题是被反复加工、容易促炎的脂肪。优先选择这些抗炎脂肪，如特级初榨橄榄油、牛油果油、深海鱼中的 Omega-3、坚果、核桃、杏仁，尽量避免反式脂肪、反复高温油炸、长期大量精炼植物油。好脂肪会做3件事：降低脂肪组织炎症，改善胰岛素信号，提高脂联素水平。第三步，提高植物密度，给脂肪降火。植物不是来提供热量的，而是来给身体灭炎的。蔬菜、豆类、全谷、浆果能提供膳食纤维、多酚、抗氧化物，它们可以改善肠道屏障，减少炎症信号进入血液，间接降低内脏脂肪炎症水平。一个简单目标：每天至少5种不同颜色的蔬菜，至少1种豆类或全谷，水果不求多，优先选浆果类。第四步，运动是给脂肪通氧的工具。脂肪发炎，一个被严重忽视的原因是缺氧。运动不是为了多烧几卡，而是为了改善脂肪组织微循环，把大而病态的脂肪拆解成更健康的小脂肪细胞，从源头上减少炎症。推荐最有效的组合：每天快走、骑车30至45分钟，每周2至3次抗阻训练非常关键。肌肉越多，胰岛素敏感性越好，脂肪越不容易发炎。第五步，被低估的2件事：睡眠和压力。长期熬夜、慢性压力会直接导致皮质醇升高，内脏脂肪更容易堆积，炎症持续被激活。真正有效的不是完美作息，而是尽量固定睡眠时间，睡前不进食，不刷刺激内容，白天多接触自然光，晚上减少蓝光。总之，你不需要消灭脂肪，你真正要做的是让脂肪停止发炎。当脂肪重新变得安静、稳定、低炎症，血糖、血脂、炎症指标才会一起真正改善。下一期视频，我会带你把这些原则落到一份可执行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模板中。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少走极端减脂的弯路，用科学的方式把脂肪拉回健康。我们下期见。